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2025年的上半年，我们一直在忙，一直在工作，都没有时间出去玩。不知道大家的2025年的上半年过得怎么样？我们前几天刚刚从日本回来，这次去日本，我们去了日本东京，去了富士山，还有江之岛。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去日本旅游需要注意的哪些问题。这已经是我们第4次去日本工作或者旅游了，所以我们在酒店的选择啊、交通的选择上啊，希望能够有一些比较实用的建议，能够帮到大家。那我们就先从酒店开始说起吧。我们去日本这么多次，大概住了3种类型的酒店，一种就是5星级酒店日本的5星级酒店跟全球其他国家的5星级酒店也都是差不多，都是一样的，不论是服务流程啊，还有整个客房的面积啊，都是一样的。第二种住宿形式呢，就是日本传统的和式温泉酒店，它一般包含2种服务的体验，一种就是温泉，第二种就是怀石料理。这也是在其他地方很难体验到的日本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种服务体验。我们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体验一下日本传统的和式酒店。第3种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在旅游的时候都会选择的那种商务酒店。在日本的商务酒店呢，跟国内的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说它的面积，有点小，然后说它的床是更小。大概1.2米的床，我们在大阪的时候新斋桥住过一次，那价位呢大概是700块钱左右。700块人民币在国内可以住5星级酒店，但在日本只能住这么小的商务酒店。10平米的房间，行李箱摊开都困难；1.2米的床，2个人睡还要担心半夜别掉下去。这么一对比，就会觉得在日本住普通酒店的性价比并不高，这也是我们不推荐在这里住酒店的原因。第3种住宿方式就是选择民宿，这也是我们最多次数的选择。相同的酒店价格可以获得几倍面积的住宿空间，而且民宿的厨房可以方便我们从超市买一些食品来加工，体验一下在日本做饭的乐趣。洗衣机也可以应急使用，相比酒店来说，住民宿对于长时间旅游会更加自由。来日本旅游从来不担心住宿的卫生问题，不论是酒店还是民宿，我们住过的都很干净。但是日本的酒店和民宿基本都是严格的下午3、4点才能入住，上午10点或者11点就要退房，这和国内酒店宽松的入住和退房规则很不一样。但是住民宿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你的垃圾分类要弄得稍微清楚一点。住民宿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次订的民宿呢，大概是下午4点钟才能入住。那么你要是上午到日本的话，那中间这段时间你的行李其实是个问题，不能像酒店一样，你可以寄存在酒店前台。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那这一点特别好，东京的地铁几乎每个地铁都有行李寄存箱。它的行李寄存箱呢，有的是在刷卡闸机外，有的是在闸机内，但是这个要注意。按照行李箱的体积从大到小，价格依次降低。但是一口价强制付24小时费用，就是说你即使1、2个小时就拿出来了，也是付这么多钱，超过24小时额外付费。这个规则不够合理，不够友好。总之就是寄存的时间越长越划算。我在新宿商场旁边看到过可以短时间寄存的柜子，但是地铁站里的这些存储柜对于游客来说用的是最方便和快捷的。接下来说说东京的交通，通行方式首选是地铁。东京乘坐地铁的话呢，我是推荐直接用西瓜卡。我之前也买过1日通票和3日通票，但是最后发现有些地铁线路根本就用不了，所以最后也是浪费钱。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你这个下一个换乘地铁你用不了的话，你还得再出去，然后再找工作人员再补票或者干嘛的，然后中间还有语言的问题，所以更加的增加你的时间成本，耗费时间也影响心情，就不如直接用西瓜卡。用西瓜卡的话，哪里都能进，哪里都能出，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景点相关的事情吧。东京呢，我们去过几次了，这次有些地方我们都去了第2次了，皇居啊、明治神宫啊，还有浅草寺。东京的这些景点呢都比较小，大概只有1到2个小时的游览时间吧。购物的地方大概新宿、秋叶原、涩谷，在一个地方可以逛2天、逛3天都有的逛。喜欢线下实体购物的朋友，可以留更多的时间在购物的方面。这次除了东京呢，我们还去了河口湖看富士山，还去了江之岛。
去富士山，我所知有3种方式。第一种就是特快列车直达，1个小时多即到。有一种需要转乘列车的方式，稍微复杂。我们选择的是第3种，乘坐大巴车直达，需要时长2个小时。优点是价格便宜。第一次去富士山，建议选择直达车。还没出发的时候，我们就在大巴车的网站上买好了票，票需要打印或者在手机上保存，乘车的时候给工作人员看就行。从东京到富士山，我们是在新宿大巴车站乘车的。东京城市内还有其他站点也可以到达富士山，可以选择距离自己近的车站乘车。新宿大巴车站具体乘车位置是在楼上4层，记住这个大大的 New Woman 的 logo， 就是这栋楼。由于我记错了时间，其他2位朋友手表没有调成当地时间，以至于我们到的时候，提前预定好的那一辆大巴车已经出发了20多分钟。我们紧急在车站里的售票机上买车票，幸好买到了1个小时后的班次。现在是富士山旅游的淡季，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赶上旅游旺季的话，我们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车票上写了乘车站台、所乘车的车牌号和发车时间，信息一一对上准没错。从东京到富士山的大巴坐起来很舒适，前方有小桌板，座椅靠背可以调节，车上也有卫生间。一路上走的都是高速，好像全程限速只有80，不堵车，一路都很顺畅。路上会经过一些日本的村庄，看起来也非常干净。大巴车到了富士山附近停的是河口湖站，这个站是中转站，来自东京的大巴车和火车，以及游客需要用到的富士山附近的交通都在这里中转，很方便。在河口湖站出了站就有周边地图，位置很明显，供游客参考。旁边也有服务点，可以免费获取地图和周边信息的宣传册。关于富士山周边的交通是这样的，我们买了富士山周游券的2日通票，这2天富士山周边的公共线路可以免费坐，主要用到的就是红线公交车，蓝线和绿线公交车班次少，我们没有乘坐过。购买富士周游券之后，大概有这些活动可以免费体验：免费乘坐缆车，免费乘坐河口湖和山中湖的游船，富士极乐园可以选择一个项目免费体验，风洞和冰洞免费进入。虽然我们买了2日通票，但通票上可以免费体验的内容并没有体验完。算了下，我们体验过的以及乘坐交通的大概费用，我感觉通票可以不必买。2日游可以仅仅买巴士通票，2000日元2天有效，其余的体验，比如缆车和河口湖游船都是1000日元往返，很便宜，可以另付费。拍富士山大概这几个区域，这部分红色公交车可以到达，有好几个拍富士山很好看的地方，但我们计划去的那天富士山消失，所以放弃了好几个点，只是在红线公交车的尽头车站停了一会儿，拍了拍照片。金鸟居这条路有几个打卡拍照点，但这部分车次非常少，不如全程步行，走路大概20多分钟，半个小时的样子。我们走的这个方向背后是富士山，好处是全部是下坡，走路省力。我们还去了人野八海，这个地方需要在6号站台上车过去，这个景点不推荐，没时间可以略过。山中湖比较远了，这次我们也没有过去，去过的朋友可以说说怎么样，值不值得去。另外，从这个浅间神社回来，需要在山下的火车站乘坐小火车回到河口湖站。这里问过火车站工作人员，好像没有别的方式回到河口湖站，坐火车是唯一的方式。如果买了富士山周游券的话，这个火车也是可以免费坐的。这里的公交车是后门上车，前门下车。买的富士周游券的票会在手机上实时减少时间，下车的时候主动给司机看，告诉他几个人就行了。如果实在不明白，就问工作人员吧。河口湖站的站台上有工作人员服务，可以用英语。在富士山周边订酒店的情况大概是这样，我们看的酒店集中在这个位置，如果从酒店房间就能看到富士山，价格就会贵一点。附近的酒店大部分都有温泉，来这边很推荐住传统的和式温泉酒店，选择包含晚餐和早餐，最好也选择合适的早晚餐。我们在这里订酒店的时候发现有西式的早晚餐，订酒店的时候要仔细看一下。合适酒店也适合家庭，
一间房也允许2个人以上的多人入住，多1个人大概多几百到1000人民币不等。富士山周边的玩法只有一句话：围着富士山拍照，在不同点位拍富士山。如果你去的时候富士山不出现，那么所有的活动都显得没有意义。所以尽量挑一个能看到富士山的日子去吧。除了东京和富士山，我们还去了江之岛。但是去江之岛的那天，我们运气有点不好。首先是错过了到镰仓的快车，之后坐的火车又因为故障原地停了半个小时。总之，我们到江之岛的时候已经11点多了。从下车的地方走到山顶，到可以看海的餐厅吃饭，已经1点了。我们选择的是余建亭这家餐厅，这里排队的号码分室内室外，可以直接拍出海和餐的位置的，在室外。来了才知道，室外中午太阳直射，而且没有空调，吃饭怪受罪的，等位非常慢。如果你不是非要拍照片，建议坐里边就行。过了余建亭的餐厅，往台阶下边走，还有好几家这样类似的餐厅。这里的特产之一是银鱼，可以尝一下银鱼刺身和银鱼饭。江之岛推荐买1日游的通票，这样可以乘坐爬山的电梯。这个电梯只有上山，下山需要走楼梯。通票里还包含岩屋和瞭望塔。岩屋是狭窄的洞穴里放置了一些古老雕塑。排队的人很多，实际进去到出来20分钟左右。瞭望塔可以高空俯瞰江之岛周围的景色，如果买了通票就去看看吧。江之岛的话，我感觉更像常住东京的人周末放松休闲的地方。个人觉得我们这次去的有点亏，只转了江之岛和吃了银鱼饭。如果能去旁边踩踩沙滩，再去镰仓大佛看看，再去著名的打卡点拍个照，可能会更加值得了。不过这样的行程就需要更早的起来，像我们一样早上9点出发是不行的，至少要再提前2个小时出发才可以。日本的美食大概几类吧，拉面、寿喜烧、寿司、猪排饭、鳗鱼饭、烤肉、烧鸟，可以都尝一下。东京的餐厅太多了，逛街的时候到处都是。如果特意找某家店，可以用谷歌地图，国内的大众点评也可以作为参考使用。最后还有一点，看下你去日本的行程，在日本的时间内看看周围城市有没有什么聚会活动。我们这次就是赶上了条布市的花火大会，这是我们之前没有计划的，很有意外惊喜的感觉。这次我们3个人大概花费15000人民币左右，这个费用真的很实惠。刚刚过去的11假期期间的北京到东京的往返机票，每个人就要5000多了。所以说能错峰出行就错峰出行，每年就出去旅游那么1、2次，该请假请假，公司没了谁都能运作，省下来的钱可是实打实的落进了自己兜里。更加详细的花费我也会在之后的视频里一一列出来。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想继续了解我们这次日本之行的一些细节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的视频。谢谢大家，下期见，拜拜。